2019年8月，一名年仅15岁的爱尔兰少女随家人来到马来西亚度假，然而不久后她却离奇消失在房内。后来她的父母更被指控是整件事的主谋。然而直到今时今日，这起案件的谜团依然没有被解开。Hello， 大家好，我是美貌与智慧并重的小南。年仅15岁的爱尔兰少女诺拉·艾妮于2019年8月2号跟随父母还有弟妹来到了马来西亚度假。他们一家人打算在这里度过2个星期的时光。诺拉的爸爸呢是一名法国人，而妈妈则是一名爱尔兰人。一家人在伦敦生活了长达20年。虽然诺拉是家中的大姐，不过她却天生患有神经系统的疾病，或者我们可以称为前脑发育畸形症。这样的病呢，会导致病患的行动缓慢，以及面临学习和语言上的障碍。这也造成诺拉有很多生活上的不便，因此呢，平时她大大小小的事情都需要到家人的帮忙。事发当时，这一家人选择了在 Negeri Sembilan Furong 一家名为 Dusun Rainforest Resort 的度假村住下来。由于这个度假村被这个热带雨林围绕，因此时刻都可以感受到大自然的气息，而在这里度假也会是个非常美好的体验。然而诡异的事情就此发生。第二天早上，在3姐弟同住的房间内，父亲却没有看到诺拉的身影，弟妹也表示没有看到诺拉离开房间。但有点很可疑的是房间里的窗户是开着的。于是父亲找到了度假村的负责人随即呢也马上报了警。作为诺拉的父母，此刻的心情肯定是非常焦虑的，因为我前面有提到诺拉患有疾病，父母表示诺拉非常依赖他们，如果没有他们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况且在一个森林，一般的小孩都不知道要怎么应对，更何况是脆弱的诺拉。大马警方在接到投报后马上赶来现场进行调查，而前后参与搜救行动的相关人员和志愿人士大约有350人，也算是个非常庞大的搜救行动。搜救范围也扩大至附近的城市和大大小小的村庄。事发不久后，更是出动了1架直升机和9台有热成像摄影机的无人机，连夜搜索有关区域。搜救小组更是在森林里播放诺拉妈妈的声音：“我亲爱的诺拉，我爱你，妈妈在这里。”希望借此能快点找回诺拉。在警方进行搜救行动的期间一名高级警员在记者会中交代拯救行动的细节时曾表示：“我们将尽力而为，不放弃希望。我们觉得他没有走远。”这句话看似正常，但其实隐隐约约地证明了一件事。因为在事发当天的时候呢，诺拉的父母说过诺拉的性格不仅依赖人而且还有各种障碍，自己走远的可能性是极低的，因为他连出门都要牵着家人的手才敢出门，所以他们认为诺拉被绑架的可能性很大。这也因此推翻了大马警方的追查路线。警方也承认房间里的窗户是可以从外面打开的，但始终把这起案件列为失踪案而不是绑架案。但随后警方也解释说，他们并没有排除案件的其他可能性。然而在这期间，诺拉的家人也无可奈何，只好静静的等待结果。警方随后也着手调查所有度假村员工的背景以及附近城市和村庄的人，但是都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地方。与此同时，诺拉父母也在8月11至12号这2天召开记者会，只要任何人可以提供有关诺拉的线索或者消息，就可以获得5万令吉，但最终还是苦无结果。时间来到了8月13号，也就是诺拉失踪了的第10天，一组自愿加入搜救行动的登山客在度假村内约2公里的丛林小溪中找到的诺拉的身体，而当时的诺拉是没有穿衣服的，这一点也是相当让人不解。诺拉的家人随后也对外表示，失去诺拉真的非常心痛，她对我们来说真的非常宝贵，我们都非常爱她。知道她遭遇不测的消息时，我们的心都碎了。
森美兰总警方在后来公开发表了这个解剖报告，表示由于诺拉长时间没有进食，加上可能环境的压力让她肠胃破裂而因此离开人世。同时，警方也强调，并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诺拉遭到性侵。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前面提到诺拉在被发现时是没有穿衣服，这一点让人非常不解。而诺拉身上也只有一点点的小伤，估计是被树枝划伤的这个痕迹。爱尔兰报章呢也曾经引述诺拉父亲在受访时表示不解的想法，他说：“法医报告根本无法解释为什么我的女儿会在没有穿着任何衣物的情况下死在丛林中。虽然整件事很复杂，而我们始终认为这其中一定涉及一些刑事成分，但我们在这里面对许多的资源问题来寻找真相。”另外呢，诺拉的家人在大马委托的律师也说到他已经将诺拉的法医报告提交给这个总检察署来决定是不是需要召开验尸庭的需要。事隔2年后呢，我也找不到有关这起案件的最新消息了，所以也不知道到底现在的进展如何了。如果有知道最新进展的观众呢，可以留言告诉我，让我们一起解开这个可怜诺拉的离世之谜。还有在这里我讲述一点点自己的看法吧。第一，我觉得在这起案件中，我们只知道诺拉家人单方面的说法，我们完全不能确定他们说的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虽然怀疑受害者家属不太好，但我个人觉得诺拉父母在事发时的表现真的挺奇怪的，而且也没有其他人可以证明他们说的话。如果是绑架的话呢，为什么不选最小的孩子下手呢？就照一般人的常理来说最小的孩子是最容易下手的，而且绑架这个论述对我而言反而是最不可能的。照诺拉的个性，他那么害怕与陌生人接触，如果他被强行掳走的话，应该起码会挣扎或者发出叫喊声。但是他的父母以至于同样在房间里的弟妹却完全没有发现一丝的异样，加上诺拉身上也没有被捆绑的痕迹。对于这起案件，你们怎么看呢？说到这里，我还是希望大马警方不要放弃调查，而诺拉这起案件能有个水落石出的一天。今天的影片到这里结束了再次感谢你的收看和支持。小南的频道呢，终于突破5万的订阅数啦！不知道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订阅小南频道的呢？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其实有什么故事想要我说的，也可以留言。不过有一些的资料真的太少了，所以没有办法做。那我会尽力的。然后也很谢谢我的一些男粉，就是每次一上新的影片就会看到他们我几乎都把他们记住了。你们的支持就是我的动力，各方面也是努力调整中啦。那还有许多影片也加了英文字幕，那只看中文字幕的观众朋友也可以点击这里关闭英文字幕哦。最后，小南现在每个星期都会更新3支影片还没订阅的朋友记得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哦。拜拜，么么哒。